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3号星期三，今天的早训练合练推迟到明天。今天是台风的日子，比昨天厉害。现在雨比早晨的时候小了一些了，白天应该就退去了。看我今儿穿上这身衣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身停下来，红色的坎肩儿，还有那个奶薄荷，就是那个浅绿色的坎肩儿，还有这个是我最喜欢的，这个弹力怪 Max 分裤，今年的新的这个，终于感觉面料供货够了，我看货源多了，我就商量说看我们做不做一个联名款，所以就有了这一件，一样的啊。但是这次不在某宝，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吧，所以看到视频的小伙伴们可以给我发个私信，因为没办法那么发那个链接，就这样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去搜黑影，在某个能看文章的地方，就也有昨天晚上傍晚发的。那你看这个衣服。这是插播的，现在跑完了，雨还有一点点，你看已经干了。对，导航大师很不错。还有就是下雨天，我建议大家穿压缩裤，就穿半弹贴身的，因为普通短裤有的小伙伴说也挺舒服的，是挺舒服的。那个凌波微步就挺舒服的，但是如果全打湿透以后，那种裤子会糊在腿上。下雨天我一般喜欢压缩裤。还有就是这种定制款的衣服，大家别一下下单好几个不同的号，然后试完了退。上次之所以迟迟没出这个红的，就是因为上一波的联名款出现了这种情况，这样的话就挺麻烦的。就我站在观众们的角度上说，昨天有位观众给出了个主意，就是他跟普通款就没有这个联名 logo 的款的版本是一样的版型。你要想试号的话，你买那个普通版的，试完你给他退了，可以的，货源应该是充足的，就行了。所以联名款这种就定制这种，尽量非质量问题不退换，这样我们才能更长久的做下去。谢谢大家。好多小伙伴昨天问我，下雨你跑完步这鞋怎么办？那鞋晾干呗，洗澡的时候拿水冲一冲，把泥冲掉晾干。而这边其实泥很少，但是谁都有第一次下雨跑步的经历。我觉得下雨跑步这事儿，只要不是那种山区的雷雨，就没有那种安全问题，问题不大。下雨跑步一开始最困扰人的，你就是一脚踩水坑里了，或者是踩了一脚潜水坑，溅起的水被另一只脚兜住了，这都有第一次。我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，我2020年就开始特规律的晨跑训练，那时候就下雨也出去。第一次、第二次的时候是挺难受的，就比方说你看，就这种水坑，那个时候我记得。这北京的路其实还好，我从东三环出门，然后第一个地方路就是路不平，就是到那个蓝岛大厦那路口，那路口有几个水坑，而且那又是个大路口，你得注意安全。一开始还能躲过去，后来有一次雨挺大的，然后水坑也多，又看车没躲过去，第一次把鞋踩湿，那时候穿了双1代那个160X， 现在小红鞋。当时就觉得脚湿透了，踩水坑里了，怎么跑啊？就特烦躁。后来跑着，慢慢你就忽略它了。再到后来，慢慢的，因为夏天雨水，北京其实雨水有时候挺大的。再后来慢慢的，再下雨出去跑步的时候，就上来咱就先踩湿了，踩湿了就爱谁，也就这样了。很多人说，你这不对啊，你这个踩湿了，脚湿了，是不是磨水泡啊？并不是，我跟您说。所有的水泡几乎都是，就是你比较极限的状态下才容易磨，或者是新手其实也是因为
是一个比较极限的状态下，只是自己可能不觉得。你跟我比赛似的，你看，就开普敦这么慢，我啥事儿都没有，别说水泡了，肌肉我都不疼，就是跑不动。那你看像年初那个大阪那天，反正那天的因为有那个轻伤在，所以有点拼了个239，我就摸水泡了。去年的北马跑得很舒展，238，我不是特别的极限，我也没摸跑，就是这样。你一极限以后，你的动作就变性了，跟湿不湿的关系不大。你要说因为有水增加那个润滑度，你的脚和你的袜子还有鞋就有很大的相对运动，摸水泡那说明本身它就有问题。我今天穿了双龙卷风5，波士顿马拉松的时候那次早餐跑看到了龙卷风6，我不知道中文会不会这么叫啊，到时候看有没有机会那鞋拿到手上明显的进步了。所以雨天跑步这事儿不在于说能让你能力提高多少，而是很多时候马拉松赛场上面对困难的勇气是平时的困难给你的，就是你总得战胜过一次，你才能在面对它的时候更有底气。否则的话，你第一次遇到一个困难的事儿，我说的这个困难不一定是下雨，不是说我们雨天跑步是为了应对雨天比赛，不是的，而是那种你雨天跑步是一种挑战自己、挑战环境的精神。马拉松其实就是在不停的挑战，不停的和艰难做斗争。你看前几公里跑得挺舒服，过了20多公里，过了30多公里，疲劳啊、疼痛啊就都来了。如果从来没战胜过它，那心里还是有点儿，对吧？有点忐忑的。而其实我们平常这么跑步，能遇到那种身体的极限的时候，其实不多的。那就用这种天气给的，雨小了，雨基本上感受不到了。早上起的时候雨特大，时差还有一点点，人还是挺奇妙的。然后昨天去拿那个化验报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很奇怪，医生也很奇怪，说你这个看你这报告，除了那2天可能吃的少点儿，然后其他的指标那感觉比正常人还强点儿，而且那些全马赛后容易高的指标我都低。那天是周5，全马赛后第5天，所以更说明那开普敦那天我基本上就没有损耗，因为对我来说太慢了，最后都走路了。所以小伙伴们就看就是这么回事儿，你就练呀，人永远都不满足。你有时候觉得说，哎，我想跑进3小时半就很知足了。您放心，您跑进3小时半，你就想3小时15了。人永远希望是那个够不着的东西，而且越往后跑，马拉松就越有意思。就跟比方能跑进1小时20半马的小伙伴们能感受到，就是那种这么长距离我还能冲下来的那个感觉，很不可思议。我报名了那个札幌的半马，就是这边那个叫什么半马，跟联赛似的，就是机场最有名的札幌、丸龟、仙台、东京，还有2个是哪儿不记得了。今年开启一个半马年，那100公里决定不去了。然后这月底要是再去一个100公里，感觉消耗太大了，整个都打乱了。我现在准备的下一场应该就是那个富士登山，然后之后的下2个周末是那个半马，就是夏天的一个小赛季。但是现在这天气气温越来越高，每年比每年高，
8月份的札幌应该是挺热的，但是这个就是个集章，把这几场给它打卡。真正的，我觉得真正的半马目标赛事放在那个丸龟，就是那最快的那个，放在那个。行吧，又要出公园了，回家。小伙伴们，6月3号星期三，台风的大雨过去了，应该白天就小起来了。天气预报看明天是没有雨的，明天我们的合练，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课表是什么。今天跑了8公里，5分19，心率还是130多，还可以。会觉得一周没跑步有点生疏，缓一缓就缓过来了。6月份既然不去100公里了，就全力以赴训练。6月份只有一场比赛，月中的一个5000米的场地赛，因为距离短就还好，去再适应一下场地，差不多有半年多没跑场地，就没穿钉子鞋跑场地了。钉子鞋这事儿对小腿后侧的压力特别大，习惯了，就夏天这赛季跑2场习惯了就没事了。第一场跑完，那小腿估计疼好几天。行吧，你看这个雨也会过去的，虽然天还没晴。什么事儿都是这么着，就是你一个困难加一个困难闯过来，困难有的时候是好事儿，你这一生几十年闯一闯这种困难，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面对困难很难有那种觉得就我肯定不行了的，大多数都能闯过来，好吧？那联名款的衣服，多谢大家捧场。那最后看衣服后边下摆着，就像衣服上写的那样。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